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一个人真正觉醒的时候，他往往不是变得更开心，而是更安静。那种笑得很灿烂，总是发正能量文案的人，往往还困在痛苦里，只是换了更漂亮的面具。而那些看起来有点淡漠，甚至有点孤僻的人，往往在灵魂的层面已经开始了深刻的转化。荣格说过一句话：觉醒不是幸福的开始，而是幻觉的结束。你以为你在失去生活，其实你在失去幻觉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那一刻，你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演不下去了。那些你曾经努力融入的圈子，那些你小心维持的人设，那些为了不被孤立而说的场面话，都开始让你觉得恶心。不是因为你变坏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对虚假过敏。那种想取悦别人的冲动，突然像糖过量一样让你反胃。这不是抑郁，这是醒来。很多人以为灵性觉醒是某种温柔的开悟，但真相是，它更像一场内在地震。它会先把你撕裂，让你怀疑人生的一切意义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现那些撕裂其实在帮你重组。荣格在分析病人的过程中发现，当一个人开始觉醒时，他最先放弃的是对认可的渴求。过去，你发一张照片要看几次点赞，做个决定要问10个人的意见，别人皱一下眉，你就开始自我怀疑。但觉醒的人会慢慢丧失这种能力，不是刻意不在乎，而是身体真的不耐受了。一个女性病人告诉荣格，她以前每天都在取悦母亲，无论工作、穿衣、结婚对象，都是为了听到一句“你做得很好”。可是后来，她发现自己在准备那句取悦性回应时，喉咙会发紧，甚至想吐。她说：“我明明知道那样讲她会高兴，可我现在讲不出来了。”荣格笑了说：“不是你变叛逆了，是你的灵魂不想再演了。”很多人经历这种戒断期，你不再想取悦别人，可你还没学会如何取悦自己。你不再追着别人的认可跑，却仍会下意识地看手机，看有没有人记得你。那是一种卡在2种世界中间的状态。你已经不想演了，但你还没学会真实的活。这种状态，荣格称之为自我脱壳期，就像蛇在蜕皮，疼痒难受，却无法回头。因为一旦你开始觉醒，就没有回头路。慢慢的，你开始理解一个可怕又解放的真相：你这一生可能再也得不到某些人的认可，不是他们坏，而是你不再属于他们的剧本。你不再演懂事的小孩，配合的伴侣，永远乐观的朋友。你开始成为你自己。而当你停止追求认可，有件更奇妙的事会发生：你开始变得安静的强大。那种力量不是张扬的，而是像树一样深。你不再害怕失去谁，不再需要被谁看见，因为你终于被自己看见了。这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开始变化，有的人渐渐离开，有的人开始误解你。他们说你变冷，难相处，不如以前好沟通。但你知道，那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爱的是你的面具。真正的朋友会在你摘下面具后依然选择留下，那是觉醒后的第一个筛选，不是你变得孤独，而是世界变得干净。第2个阶段的觉醒更隐秘，那不是拒绝认可，而是拒绝特殊。听起来怪吧？觉醒的人不是更独特吗？没错，他们更独特，但他们却越来越不在乎被看作独特。荣格称这种现象为精神去膨胀，意思是当你刚觉醒时，你会有一阵优越期，你觉得自己看透了人生，理解了宇宙规律，别人都还在沉睡，你想帮助他们，却又暗暗享受这种我懂而你不懂的感觉。有个学员曾说，我以为自己觉醒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清醒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证明自己更好。荣格听完只说了一句，那是自我穿着灵性的外衣。真正的觉醒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，而会让你终于能平视那个还在挣扎的你，也平视那个仍在沉睡的别人。你不再想拯救谁，不再想解释谁，你只是活着，安静的，有意识的。这种状态最美却最难到达，因为自我很狡猾，它会在任何层面偷偷复活，哪怕是追求觉醒本身，也可能变成新的执念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最累的不是工作，也不是关系，而是假装快乐？你有没有那种经验，明明内心快撑不住了，还要笑着说没事啦？朋友问你最近好吗？你的回答几乎自动化，很好啊，挺好的。但一转身，眼泪已经在眼眶打转。
荣格说，真正的精神成长不是变得越来越快乐，而是变得越来越真实。幸福的表演是觉醒者第三个慢慢放下的幻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爱表演快乐的社会，大家发现动时笑得灿烂，谈梦想时语气高昂，可私底下却有人深夜无法入睡，焦虑、比较、孤独，被看不见的标准压得喘不过气，甚至连觉醒这件事也被包装成一种正能量的表演，仿佛觉醒的人不能生气，不能崩溃，不能痛，你只要一叹气，别人就提醒你要高频啊，一难过，他们说这只是你的业力。可是啊，觉醒不是否认人性，而是彻底拥抱它。荣格有一个病人是位灵修导师，他以平静、温柔、开悟的形象著称，但当他儿子意外去世后，他崩溃了。他仍然每天打坐冥想，可身体开始抗拒。他坐在学生面前，明明想讲慈悲，却只想大哭。他说，我不再相信那些一切皆完美的理论了，因为此刻我只感受到一个父亲的痛。荣格看着他说，你终于活了。真正的灵性不是飞出痛苦，而是穿过痛苦。不是没事，而是我有事，但我依然能在这里。不是我已经超越，而是我依然是人。当你不再表演幸福，你会经历一个阶段，别人开始不适应，他们可能会说，你怎么变负面了？但你知道那不是负面，那是真相。荣格说，人们宁愿假装光明，也不愿直视自己的黑暗，而觉醒的人就是敢承认黑暗的人，因为唯有面对黑暗，光才有意义。接下来是第4件事，觉醒者会慢慢放弃对确定性的执着。这听起来很抽象，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其中。我们害怕未知，害怕模糊，害怕我不知道这句话。我们需要一个答案，马上、立刻、绝对的。我是谁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该选哪条路？我们想要一个神明、一个系统、一个老师来告诉我们答案。可是觉醒的人最终发现答案不会来，因为真正的觉醒是开始能与不知道共处。荣格曾辅导过一位科学家，这人聪明到几乎可以预测一切，却在某个夜晚精神崩溃。他说，我以前以为我理解宇宙，现在我连自己为什么活着都不懂。荣格回答他，那正是开始，这不是困惑，这是清醒。你开始放下对控制的幻觉，开始看见世界本来就不是被理解，而是被体验的，就像走在雾中。以前你会想赶紧看清前路，现在你开始学会慢下来，感受脚下的每一步。这种不确定会带来恐惧，但当你能与不确定共存，你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力量，那叫存在的信任。不是信任宇宙会给你想要的，而是信任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能活下去。这时候你会开始少用应该，不会再说我应该已经成功，我应该结婚，我应该快乐。你会笑一笑说，也许现在就是这样。当你不再急着找确定性，你反而会感受到自由。你不再被信念束缚，不再被真理压制，你甚至能容纳矛盾。你能一边相信命运，一边努力奋斗。你能一边怀疑人生，一边热爱生活。那不是矛盾，那是成熟。接着，觉醒者还会放下第5个习惯，责备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责备别人很爽，都是他害的。如果不是那件事，要不是他们，那种情绪像毒品，瞬间给你力量，因为你成了受害者，就不用面对自己的选择。荣格有个个案，是位被丈夫背叛的女人，她满腔愤怒、痛苦、怨恨。她说，他毁了我的人生。荣格静静地问，你为什么选他？她愣住了，她说，我不知道。荣格说，那就从这里开始。几年后，这位女人哭着对荣格说，我发现我选择他是为了证实我不值得被爱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受害者，而是觉醒者。放弃责备不是宽恕别人，而是夺回力量。因为当你责备谁，你就把力量交给了谁。当你停止责备，你就重新拥有了自己的人生。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觉醒不是越来越完美，而是越来越诚实。你开始承认，你会怕，会错，会动摇，会想逃，但你也开始理解，这些都没什么。你不是在堕落，你只是在回家。觉醒的人不是高频的人，而是不再假装的人。当你能承认脆弱，拥抱未知，不再责备，停止表演，你就开始拥有真正的力量，一种来自真实的力量。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，因为接下来的觉醒会更深，也更难。它会让你直面自己一直逃避的那部分，
那个你不敢承认却始终存在的影子。有一种灵性看起来很美，实际上在逃。你也许见过，心情糟透了，却跟自己说这只是能量在流动，被轻视被越界，却安慰自己万法皆空，需要向伴侣说不，却用我们是一体把界限抹平。这就是荣格一再提醒的精神规避，把高尚的语言当作避难所，把无我的概念当成不处理创伤的理由。我认识一位来访者，在台中开一间小工作室，他打坐10年，吃素持咒研经，几乎是大家眼里的模范。可他说，我可以做4小时不动，但我跟父亲通1次电话都做不到。他把我已超越挂在嘴边，却对我很心痛，说不出口。有次他终于崩溃，客户恶评，房东涨租，团队误会，他照例准备上一堂平静与慈悲的课，可他一开口就哽住。他说，我今天讲不了，我需要先承认我很害怕。台下一片安静，没人走。课照开，内容换了，从怎么成为高频的人变成怎么不再否认自己的人。那一晚，他第一次把灵性从云端拉回身体。他约父亲吃饭，手抖心跳，却把话说了，不是理论，是句很普通很台味的话。爸，我没那么勇，你讲话太快的时候我会怕。父亲愣了一下，小声回，啊好，我会慢一点。你看，真正的修行不是飞起来，是落地，不是什么都无所谓，是我有偏好，我会难受，但我愿意承担。不是将痛苦贴上前世因缘的标签，而是愿意坐下来与它相处10分钟。当你停止精神规避，几件事会悄悄发生。第一，你重新铸回身体；第二，你能辨认感受，而不是把所有情绪打包成能量卡住；第三，你开始设界限，不是对抗，而是对齐。这在台湾特别重要。我们习惯客气体贴，为别人留面子，有时也把和气当成和稀泥。觉醒不是变冲，而是把好人变成有边界的好人。你敢说这样我不舒服，关系反而更清楚；你敢说我需要一点时间，合作反而更顺。软是倒的气质，软里带骨才是成熟。接下来最后一道关，孤立感。很多人以为觉醒一定更孤独，因为你看透了一些东西，就不再合群。你说真话，别人觉得你难相处；你停下表演，舞台的灯光就暗了。确实，觉醒初期会很像退潮，人际圈缩小，噪音降低，热闹感不在。你会慌，你会问，难道我注定要一个人走？难道深刻的人运气就是差一点？但荣格说，真正的成熟会把人送回连接，只是那连接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取悦式的靠近，不是互相消费的热闹，而是有意识的相遇。我认识一位在高雄的老师，他做了一个很困难的决定，毕业旅行不再走最便宜最大团的方案，而是带学生做一条慢一点深一点更像自己的路线。前2年家长群组怨声载道，说别班都怎样，为什么你们不这样？他差点放弃，但还是咬着牙把理念讲清楚。第3年起，报名表上出现了不同的留言，老师，这次能不能让孩子自己预算自己规划？我们愿意一起当志工，能不能加一段在地服务学习？他对我说，我从来不想当英雄，我只是想让他们先学会当人。孤立感有过，可当他不再抓着所有人的认同，那个对位的连接，反而自己会来。这就是觉醒后的社交，少但真。你和人见面不是为了填补空虚，而是为了彼此成全。你能在不同意见里仍然保持尊重，能在价值冲突时仍然守住边界，能在不合时转身也带着祝福。台湾最迷人的是这种温柔的坚定。我们不靠喊口号证明自己是谁，我们靠彼此照看活成了一个样子。你我坐在夜里的小店，风从巷口吹进来，不谈宏大叙事，只问一句，你最近真的还好吗？觉醒不是离群所居，觉醒是让这句问候有分量。到这里，我们把7个慢慢放弃走完了。1. 对认可的渴求。2. 被看作特殊的需要。3. 幸福的表演。4. 对确定性的执着。5. 责备。6. 精神规避。7. 孤立感。你会发现它们串起来是一条路，从把力量交给外界到把力量要回来，从在头脑里找答案到在当下里活出来，从我是谁由别人定义到我是谁由我承担。那结局是什么？不是你成了圣人，也不是你刀枪不入，而是你终于变成一个完整的人。
会笑，会哭，会怕，会爱，会说不要，也会说我愿意。你不再追着意义跑，因为你活法本身就是意义。如果你此刻正卡在某一关，给你几个可执行的小动作，不悬不空，练习停顿3秒。任何想讨好、想合理化的冲动来时，先停3秒，让身体说话。每天一段真话时间，对一个信任的人，只说真实，不说漂亮，3分钟就好。写下3条我的边界，1条关于时间，1条关于金钱，1条关于情绪。明天开始执行。为一件小痛苦设定陪伴时段，别急着解决，先陪他10分钟，手机静音，计时结束再行动。把一个应该改成也许，例如我也许还没准备好，但我愿意试一次。这些练习很台湾，不夸张不吓人，但能靠自己做到。你不需要登山修行，也不需要海边呐喊，你只需要把每一天往真实那边挪半步，半步就是差别。明天再半步，1年就是一条新路。觉醒不是更会表现自己，而是更会照顾自己。当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你就有余裕照顾你的人、你的团队、你的家，这片你热爱的土地。这就是我们要的力量，不是高高在上的伟大，而是落在生活里的温热。如果你愿意，今晚就开始。关上灯，深呼吸，问一句：我还在演什么？我现在可以放下一点点吗？只要一点点就好。因为真正的改变向来是慢慢来的，而你已经在路上了。